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都存着一个巨大的问号，那就是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利益交换和冰冷现实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为什么日本对台湾的情感会如此特殊？又为什么每当日本遭遇危难时，台湾人会像疯了一样，不计成本、不顾一切的去支援？这真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喜欢看日本的动漫，喜欢吃日本的寿司，或者是政治上为了对抗某个庞大的邻居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吗？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你就把这段关系看得太浅了，也太小看了人性中最深沉的那一部分羁绊。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日本天皇那位在传统礼教中极少对外国表达特定感谢，甚至在公开场合连情绪都必须极度克制的象征性人物，会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将台湾这个名字列入那份极短的甚至是唯一的致谢名单里？这背后的原因绝对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那些流行文化的互动，也不是单纯的地缘政治考量。真正的答案藏在一段被很多人遗忘但却刻骨铭心、带着血与泪的历史里。那是一段关于互相救命的真实故事。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很多人以为台日关系的升温是因为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时，台湾捐出了全球93个国家中最多的善款。那天文数字般的捐款震惊了世界，也感动了日本。但这其实只是故事的下半场，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事实上，台湾人之所以在那一年愿意倾囊相助，连路边卖菜的阿嬷都把积蓄拿出来，是因为在台湾人记忆的最深处埋藏着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是在1999年那个最黑暗、最绝望的深夜种下的。那时候，日本做了一件让台湾人哪怕过了100年，哪怕换了几代人都忘不了的事。在台湾陷入地狱般的灾难，在所有人都手足无措，在死亡的气息笼罩全岛的那个凌晨，日本搜救队几乎是拼了命的违背了他们一贯缓慢的官僚程序，第一时间冲到了现场。这就是东亚地缘政治中极其罕见的一段关系，彼此并非建立在单纯的一纸盟约上，而是在毁灭性的灾难里。当这一方快要被死神拖走的时候，另一方死死拽住的那只手。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日本残酷的殖民历史，韩国选择了世世代代的记恨与清算，将仇恨刻在民族的骨子里，而台湾却走向了与日本情感上的亲近与和解。原因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台湾人并非因为那段被殖民的历史而亲日，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但是日本在后来生死关头的行动中展现了真实的人性。到底是谁在你命悬一线的时候拉了一把？这份恩情，讲义气的台湾人心里那杆秤量得非常清楚。说句公道话，台湾社会所谓的亲日，背后其实都是日本一点一滴先付出的结果，是人心换人心的回报。要把这个故事讲透，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故事的源头要从那个时候台湾独特的社会氛围说起。那个时候的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态度其实跟现在有着天壤之别，那是一种非常分裂、非常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火药味的社会情绪，并不像今天这样有着普遍的民间好感。如果你去翻阅90年代泛黄的旧报纸，或者去听当时刚刚兴起的政论节目，你会轻易地发现大量反日、仇日的声音。在战后的台湾，由于族群背景的巨大差异，不同的人群因为成长的时代与政治环境的不同，对日本这2个字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对于早年经历过残酷的中日战争，后来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的外省族群来说，日本这2个字象征着国仇家恨，象征着南京的血、重庆的火，那是无尽的伤痛和必须洗血的耻辱。而对于本省家庭的长辈而言，日本殖民时代则是另一种混杂着生活习惯与被压迫记忆的复杂体。但如果你问的是战后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也就是当时的中生代，答案可能更加复杂且微妙。一方面，他们记得历史课本里写的皇民化运动的压迫，记得祖辈被迫改掉汉姓的屈辱，记得那些关于二等公民的悲哀故事。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得到纵贯铁路、日月潭水利发电所、台大医院、嘉南大镇这些日本人在殖民时期留下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确实在客观上改善了当时的生活条件，甚至在几十年后依然在运作。特别是当你把这些建设与后来国民党接收初期的腐败混乱，以及228事件和白色恐怖那长达几十年的肃杀气氛相比时，当时很多台湾老一辈心里都会隐隐觉得，日本时代虽然是殖民统治，警察很凶，但在治理的严谨程度、法治的执行力上，似乎比后来混乱的局面要好一些。所以从表面上看，90年代的主流舆论依然是强调抗战精神、强调反日的，但在民间社会的潜意识里，对日本时代一直存有一种又恨又怀念的情绪。那是一种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直到那场大地震的到来，彻底打破了一切。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请大家记住这个时刻，因为那是现代台湾历史上最痛的一道伤疤。就在那一瞬间，地底深处的车笼埔断层突然撕裂，巨大的能量像恶魔一样从地心窜出。很多幸存者后来回忆说，当时不是感觉到摇晃，而是感觉整座台湾岛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怪兽从地底下硬生生地抬了起来，抛向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南投集集发生了规模7.6的剧烈地震，那景象简直就是人间炼狱。房子不是一间间倒，而是一整排地跪下去，低楼层瞬间消失，2楼变成了地下室。坚固的桥梁不是断裂，而是整座被扭曲成麻花状。最终的统计数字是2415人死亡，上万人受伤，5万多栋房屋彻底崩塌。那是台湾社会60多年来未曾经历过的浩劫。绝大多数当时的台湾人根本不知道，原来地震可以恐怖到这种毁灭性的程度。很多人在原本安稳的睡梦中，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喊，瞬间就失去了挚爱的家人和毕生的积蓄，一切都化为废墟中的尘土。尤其是震中附近的集集镇、中寮乡，那短短的102秒钟，就像是恶魔的手把一个小镇像捏饼干一样捏碎。更惨的是，伴随着地震而来的是全岛大停电，输电塔倒塌，通讯网络瞬间全断，道路桥梁柔肠寸断，整个台湾中部陷入了死一般的黑暗与隔绝。那时候电话打不出去，也接不进来，手机变成了废铁。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只有无边的黑暗和恐惧。说的直白一点，当时的台湾对于这种等级的复合型灾难，无论是心理建设还是救援能力，真的完全没有准备好。那是20多年前，我们的防灾体系还很稚嫩。当消防员费尽千辛万苦，徒步翻过断裂的道路赶到现场时，他们看到的是整栋10几层的大楼像手风琴一样被压扁，几十吨重的钢筋水泥死死压住下面呼救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挖起，手里没有重型装备，脑子里没有专业经验，很多年轻的消防员急得大哭，只能靠双手一点一点地搬石块，指甲都挖断了，血流满了石头，却依然救不出下面那个微弱的声音。那一夜的街道上满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那种绝望的呼救声刺穿了夜空。有人披着满是灰尘的外套，抱着刚挖出来的家人痛哭，有人抱着已经冰冷的尸体不肯放手，求医生再救救他。还有人站在巨大的废墟前，只能无助地一遍遍喊着亲人的名字，期待奇迹发生。那是全台湾人都彻夜难眠的一晚。电视新闻不断播出令人心碎的画面，救护车闪着红灯，塞满了高速公路，医院的大厅里躺满了痛苦呻吟的伤者，血库告急，黑色的尸袋一袋接一袋地排在冰冷的地上。那是一个所有台湾人都不愿回想的梦魇。而就在台湾社会完全陷入混乱，政府与民间都处于极度惊恐，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日本方面已经在做出发的准备了。就在台湾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刻，日本救援队来了。他们的反应快到了什么程度？当台湾这边还在混乱中统计伤亡人数，甚至还没搞清楚震中确切位置的时候，日本的专业救难队已经在机场跑道上等着起飞了。地震发生在凌晨1点47分，
天还没亮，日本的外务省、警察厅、消防厅、海上保安厅全被紧急叫去开会。这在日本这个以官僚主义、办事拖沓、层层请示著称的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效率。仅仅几个小时后，日本政府就做出了决定，启动最高等级的海外救援机制。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一次海外救灾行动。但真正让台湾社会感到震撼和意想不到的，其实是日本天皇接下来的动作。在日本的皇室传统中，天皇对外国公开致哀这种事情几乎极少发生。天皇是神圣的象征，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密的政治计算。这种待遇通常只留给日本国内发生的重大灾难，或者是极少数日本认为关系非同寻常的特殊盟友。结果在1999年那份极短的致哀名单里出现了台湾的名字。这个消息传遍台湾的那一刻，台湾社会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真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平时跟你有些隔阂，甚至有些历史恩怨的邻居，在你家失火的时候，不仅第一个冲进来救人，还让家里最尊贵的长辈亲自来问候。到了9月21号上午，日本救援队开始集结，中午人员全部到齐，下午整队清点装备上车，一切都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转。晚上8点多，第一架救援专机就起飞了。第一批73人的队伍里，包含了顶尖的消防救难队、警察搜救队、海上保安厅的精锐医护人员，还有当时台湾几乎没有见过的2只专业搜救犬。他们带着最先进的设备呼啸而来，他们带来的那些专业器材也是当时台湾救援界根本没见过的黑科技。生命探测仪、热显像仪、声波听音设备、专业的液压破拆工具、重型钢筋剪断设备。当这些东西在废墟旁一字排开的时候，连台湾的消防员都看愣了。我们还在用铲子和千斤顶，他们已经拿出了像科幻电影里的装备。日本救援队抵达台湾是在22日凌晨快1点，从地震发生到他们落地，中间间隔不到24小时。他们一下飞机，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没有搞任何欢迎仪式，也没有半句寒暄，拒绝了休息的建议，直接跳上车就往最危险的灾区冲。他们最早抵达的救援点之一是受灾极严重的台北东兴大楼，那是一栋完全倒塌的大楼，情况极其复杂。日本队一到现场，那动作专业得吓人。搜救犬先跑一圈，嗅探生命迹象，几分钟内就确认了幸存者的大致位置。接着探测仪进行精确定位，紧接着就是破墙打洞、切割钢筋，整个过程一步接一步，环环相扣，中间没有任何停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任何废话。那是台湾人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做现代化的都市坍塌、专业搜救。有现场的台湾消防员后来受访时感叹，他们出现的那一刻真的像神一样。日本毕竟是一个每年要面对上千次地震的国家，他们太清楚哪块板子会再塌，哪个梁柱还能撑，怎么挖才是对伤者最安全的。重点是，日本的援助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批人，没过多久，第2批、第3批救难队又飞来了。要知道，1999年的国际救援体系还通过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国家能在1天之内派出上百位携带满装备的专业队伍飞过海峡。如果心里没有把台湾当成极重要的朋友，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种不计成本的程度。紧接着就是如雪片般飞来的捐款。大家要记得，那几年其实是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后的最低潮，被称为失落的10年。日本国内失业率高涨，企业倒闭，经济衰退，几乎全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捐钱给台湾。日本红十字会最终募到的善款高达新台币12亿，占了当时所有捐款国家的60%以上。后来有更详细的统计显示，日本民间的捐款比例甚至逼近了总额的80%。当时的台湾人看到的是日本救难队穿着橘色和蓝色的制服，在瓦砾堆里小心翼翼地抱出孩子，是日本人省吃俭用捐来的钱，帮助灾区撑过了最艰难的重建期。是日本的工程师后来一次次飞来台湾，教我们怎么盖抗震的房子，怎么加固桥梁。
这种雪中送炭的恩情，你让重情重义的台湾人怎么能忘？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时，台湾汇聚全岛之力，捐款捐到全球93个国家里的第1名。那不是因为台湾人钱多，而是因为台湾人济恩。夜市摆摊的，学生募款的，电视台连线义卖的，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当时台湾社会弥漫着一种共同的信念：12年前你们拼了命来救我们，现在你们有难，换我们来帮你们。2011年3月11日，台湾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恐怖画面，那是比921更令人绝望的场景。电视上，一个又一个繁华的城市被黑色的海啸卷走，大片的房屋像乐高玩具一样被海水推着跑，汽车、船只、房子混在一起，在黑色的巨浪中翻滚。记者被逼到高处的山坡上，对着镜头大喊着：“大家快逃，快往高处跑！”那一刻，所有守在电视前的台湾人心都揪紧了，大家都觉得日本这次可能真的要完了。这场规模9.0的超级大地震瞬间带走了超过16000条生命，还有2500多人下落不明，50万户家庭停电，福岛核电厂发生堆芯熔毁。那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个现代国家集体陷入黑暗的崩溃瞬间。而台湾的反应是极其直接且本能的。当晚，几乎台湾所有的电视台都自发停播了娱乐节目，全部改成了为日本募款的特别节目。这不是政府下令的，是媒体自发的。捐款热线被打到线路塞车，接线生接到手软，街头巷尾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自制的捐款箱，甚至连小学生都拿出了存钱罐，把里面存了好久的零花钱全部倒进去。后来的统计数字让全世界都吓了一跳。台湾这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小岛，民间捐出去的善款竟然比其他93个国家的捐款加起来还要多。日本媒体彻底看傻了眼，完全无法理解这种爆发式的情感。日本 NHK 电视台专门做了一集特别节目，标题起得非常直白：台湾为什么对日本这么好？日本人是真的不懂，他们看到的是台湾学生在捷运站拉着布条鞠躬，是夜市老板在油腻的摊位前摆个小纸箱，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日本加油。无论是在教堂、学校、社区，还是任何一家便利店的门口，都贴着为日本募款的海报。一位在台湾居住了30年的日本作家木下纯一，他好奇到自己跑去街头做调查，试图解开这个谜题。他访问了当时参与募款的一位姓缺的台湾学生，那个年轻人的回答非常直接，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从小看日本的动漫，听日本的歌，觉得日本就像一个熟悉的老朋友。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街上这样募款可能不合法，但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帮忙。木下纯一后来把一堆访问资料拼凑在一起，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台湾人之所以会这么拼命，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忘记921。1999年那一夜，日本第一时间冲来救台湾的画面，那种你愿意跨海来救我的记忆，已经卡在台湾人心里一辈子了。311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社会彻底被台湾的这份深情给震动了。于是那一年，日本天皇第2次点名感谢台湾，而且是在全国直播的场合。当时所有日本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在这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候寻求安慰。在日本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天皇开口本来就是非常慎重、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更别说是特意提到一个没有正式邦交的对象。这种特殊的待遇通常只留给日本国内的大灾难抚慰，或者是极少数被视为有特殊纽带关系的国家。那一年，台湾就在这个名单里。对日本人来说，这意味着把台湾放进了他们国家的共同记忆里。这是一种这个国家曾经在我们快淹死的时候拉了一把我们必须记得的庄重承诺。这种情感的流动并没有停止。到了2016年台湾台南大地震，日本的反应更加迅速。那一次，日本民众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开始捐款。地震才刚发生没多久，日本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自发捐助了超过10亿日元。没有政府的大力宣传，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也不需要等待官方表态，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反应。日本人的想法很简单，
台湾当年帮过我们，现在换我们了。日本电视台不断播放台湾倒塌大楼的灾情，很多主持人在播报时讲到一半就哽咽了，动情地说：“台湾对我们来说不是外国，是恩人。”媒体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那就是日本社会当时最真实的共同情绪。所以，为什么现在台日关系会是整个亚洲地缘政治中最奇妙、最稳固的那一段？这真的不是因为教科书里的历史教育，也不是因为外交官嘴里的辞令，而是因为这12年间那2场惨痛的灾难。这2次灾难让海峡两岸的人民都看到了一件事：在人生最糟糕、最黑暗、最绝望的那个时刻，对方是愿意不顾一切出现的。1999年，日本来救台湾；2011年，台湾回了日本一个更大的拥抱；2016年，日本再回礼。这不是冰冷的外交利益交换，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记得的温情，这是两边社会最底层的那种质朴情感。你帮过我，我这辈子不会忘，下一次你需要，我会立刻出现。日台关系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这一段你救我一命，我记你一辈子的历史。而且我在查阅历史档案的时候，其实被一个时间点的巧合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个细节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它可能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走向。1999年的南投921大地震刚好发生在两岸关系最紧绷、最可能擦枪走火、爆发战争的那一年。让我们把时间拉回1999年的夏天，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抛出了那句震动北京中南海的话：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在当年的国际大环境下，这就是惊雷。那句话等于是公开把两国论摊在了全世界面前。北京的反应是雷霆万钧的，外交部一天开了3场记者会，严厉谴责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迅速进入1级，加强戒备。李登辉被直接定性为实质台独。战争的阴云瞬间笼罩了台湾海峡。当时中国内部有不少强硬的声音认为，如果要动手解决台湾问题，那几年是最佳的窗口期。平心而论，当年的台湾军力也确实处在青黄不接的低谷，主力战机严重老化， F-16和幻影2000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海军多是2战后的退役旧舰，通讯指挥设备相对脆弱。要说那是解放军动武的黄金窗口期，一点都不夸张。结果就在所有政治、军事因素都朝着战争爆发的方向挤压的时候，9月21号，南投大地震发生了。这场地震的恐怖震波不只摧毁了台湾中部的建筑，连带住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设施也受到了波及。雷达出现异常，通讯短暂中断，精密设备掉落受损，导弹阵地的参数需要重新校对。换句话说，那一瞬间，海峡两岸都乱了套。北京那边突然面临一堆内部灾情需要处理和修复，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讨论要不要抓住这个窗口期发动进攻。而就在双方都陷入一团混乱的时候，日本救援队已经抵达了台湾。当中国方面把内部灾情稳定下来，再回头看台湾时，局势已经变了。日本那支73人的专业队伍带着2只搜救犬和先进的设备，已经高调地站在了台湾的灾区废墟上。随后，美国、土耳其、韩国、俄罗斯的救援队也陆续赶到。那一幕其实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台湾现在是国际人道救援的现场，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这里。在这样一个全人类都关注悲剧、关注生命的时刻，谁敢动手？你试试看。在这种天灾降临的时候，如果硬要对台湾发动军事打击，国际舆论会怎么写？美国和日本会怎么反应？北京未来几十年的国际形象要怎么收场？这绝对不是一个能贸然踩进去的时机。于是，一个原本极可能爆发冲突的战争窗口就这样被时间给推过去了。没有人是刻意要去阻止谁，也没有人计划要用地震来影响历史。但当我们将这些事件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审视时，答案就变得非常明显。两国论点燃了战争的火苗。台湾军力正值虚弱之时，解放军内部喊打喊杀的气氛高涨，结果地震冲击了沿海军事设施，日本救援队又太快到场，将国际社会的眼光全都聚焦在了台湾身上。
这一连串事件串联在一起，就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熄火。所以不是谁刻意救了谁，而是一个本来可能会出大事的危险时间点，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与一堆跨海救援给推开了。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被阴差阳错的错过的，这其中的因果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安排。所以朋友们，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台湾为什么亲日简单粗暴地讲成什么文化洗脑，什么皇民化遗毒，或者是为了对抗大陆。但只要你真把时间线摊开，把历史资料一条条拼起来，你就会发现整件事根本不是那些情绪化的标签能解释的。台湾人心里很清楚，谁在自己最需要、最无助的时候伸过手。对日本的好感不是教科书里教出来的，也不是政客在台上喊出来的，而是真实发生在灾难现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在台湾最绝望的时刻，是日本把最昂贵、最急需、最难得的资源第一时间往台湾这边送。这种在生死关头建立起来的情谊，你觉得重感情的台湾人能忘吗？这才是台日关系的真实底色。反观韩国，为什么韩国社会对日本的态度始终充满了敌意？为什么他们选择了世世代代的记恨与清算？那是因为在他们跟日本的现代历史里，从来没有过这段互相救命的情感纽带，有的只是殖民的痛苦、慰安妇的血泪、被强征劳工的哀嚎，以及战后从未真正彻底和解的对抗。但台湾不一样，台湾有这份记忆，这份记忆是刻在骨头里的，融化在了血液中。台湾人永远记得，在那个没有电、没有光、只有哭声的夜晚，是谁拿着手电筒，牵着搜救犬，跨过海洋，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身边。这份记忆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文化，甚至超越了国界，成为了两个社会之间最坚固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说台湾是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会把日本当成老朋友，因为这不仅仅是邻居，这是过命的交情。谢谢大家。